记我的肩膀，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你终将离开山岗，追寻生命中的理想。成长路难免崎岖，不要迷失方向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我真的很乖。美人啊，你回来了。这客厅啊，有几个同学来找你，说是今年刚毕业的，已经等了半天了。哦，我爸收到成绩单，高兴的说不出话来。原本他打算等我国中一毕业，就要把我送到他朋友那里当黑手，没想到我考上成功高中。他现在啊，到处跟人家炫耀，说努力赚钱，让我念大学。你当初不是说你如果考上前3志愿，要叫你爸买一台脚踏车给你当礼物吗？算了啦，我爸赚钱很辛苦，趁上高中之前自己打工买一台就好啦。你们的努力啊，终于都有了好的收获。除了成绩进步之外呢，也都变得更懂事、更体谅家人。老师真的很高兴，希望你们上高中之后可以继续加油哦。老师，其实一直到现在啊，我们才真正明白你的苦心哎。以前打我们的时候，刚开始我们真的很生气，可是现在想想，若不是你这样要求，我们根本考不上高中哎。老师只是希望你们每个人未来都有很好的发展，毕竟人生的道路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创造的。我只是开了一扇门，让你们有不同的选择而已。老师，我们还没有经济能力，买不起礼物送给老师。所以我们就自己画了一张大卡片当信使卡送给老师，里面有全班每一个人的签名哦。谢谢你们，这样老师就很高兴了。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那个也没有全班啦，还差一个人，就是刘正常。所以你们都没有人再碰到他吗？那小子很奇怪，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连联考都没有去哎。我去他家好几次，家里都没人。后来还是邻居告诉我，他们搬家了。阿昌真是的，连声再见都不说一声。我跟他同班了3年呢。原来是搬家啦，可能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吧。没关系，你跟阿昌的感情这么好，我想等他家里安定下来，应该就会跟你联络的。到时候你再告诉老师哦。来，老师，我们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老师也祝你们上高中之后一路顺风，成绩更加进步。来。曾经我的肩膀，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各位同学好，我叫做棒球，就是 baseball，B-A-S-E-B-A-L-L。有谁可
师全垒打的英文怎么说啊？那我先进去上课了，谢谢你陪我坐车，也谢谢你的巧克力。不客气。当我走向新的旅手举起来。满心感恩不能忘，我终将张开翅膀，谁稀罕你的棒球啊？你不要再假了。老师，成长路，谢谢老师。多难，爱是我的心。老师再见。你们两个小家伙是哪一班的啊？跟你们讲过多少遍，在走廊上不能奔跑，你咋搞的？啊，原来你是新来的。好了，下一回注意了啊！上课了，赶快到礼堂去参加新生训练，快去！哎，别跑，别！哎呀，真是要命哎！听不懂我的国语，哎，真是，哎。哎呀，杨伯伯，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方老师，你不知道哎，每一次到了新学期啊，我就要受这些小毛头孩子的气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哎呀，真伤脑筋。新生总是比较活泼。哎呀，啊，对了，方老师，我还没有跟你说声谢谢嘞。我们家的老大今年能够考上建中，那完全是托你的福哎。你要不是跟他补习英文呐，他的实力啊，我看顶多也只能考上个私立高中。杨伯伯，你别这么说，那也得我教的，他能吸收才行啊。是他自己基础打得好。杨伯伯，您又教导有方。呀，哪里？方老师，校长找你哦。哦。校长、主任。方老师，请坐。方老师，先要谢谢你，这2年花了很多的心思，把刚毕业这班成绩带起来。普通班能有这样的升学率，真的不简单。校长，您过奖了。方老师，当年你来应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会是一位好老师。现在果然证明我的眼光没错吧？今年我们刚升3年级啊，有一班普通班，平常表现还不错，可是就是成绩没起色。校长希望你能够带他们这班1年，要借重你的教学热忱还有经验，把这班的成绩提升起来。只要是我的学生，不管什么样的班级，我都会全力以赴。各位同学好，在未来的这1年里，我将担任你们的导师。先跟大家介绍我的名字，这就是老师的名字。首先呢，在我的班级里，有一些规定需要遵守，禁止携带课本以外的刊物，发现一律没收。另外呢，每天我会准备英文小考，没有达到标准的同学，
除了接受处罚之外，放学之后还要留下来课后辅导。当然啦，如果大家的考试成绩有进步，老师也会给你们适当的奖励。其实呢，处罚大家并不是老师的本意，我只是希望给大家一点压力。老师，班长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几个都是班上的干部，听说老师去年带的班级升学率很好，我们都很开心老师能来带我们。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老师，把班上秩序管好的。老师，如果我们课业上有任何问题，可以随时请教你吗？当然可以，你们有这份学习向上的心，老师非常高兴。不管是生活上或是课业上，只要有任何问题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同学来借过一下，怎么样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师，刚才这位同学练习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。老师，要不要先带他去保健室，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？等一下，还没有确定他伤到哪里之前，我们先不要移动他。围观的同学赶快先进教室，麻烦你去体育组找教练过来好吗？好。哦，还有，麻烦你去保健室请护士阿姨过来一下好吗？好。同学，伤到哪里了？我手好痛，举不起来，好痛。好，你忍耐一下哦，护士阿姨马上来喽。护士小姐，有没有伤到骨头啊？只是肩膀扭了一下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头会不会晕？不会。那就还好。如果回家觉得头晕，要记得去医院检查，看是不是有轻微脑震荡。方老师，多亏有你主动发现、及时治疗，不然后果可能更加危险。谢谢你对学生这么的关心，学校有你这么好的老师，真是我们的福气。教练，您不用客气。同学，你以后练球要小心一点，好好休息。老师先走喽。谢谢老师。喂，美伦啊，妈，我跟你爸爸有个饭局，会晚点回家。哦，对了，这凯琳啊寄了一个包裹给你，我就放你房间，不用等我们啊。累了就早点休息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再见。丝巾是我为你特别挑的，我觉得这条丝巾跟我买给你的衣服很搭，你戴起来一定很好看。想我的时候就戴上这条丝巾，这样就好像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。
哎，你吃饭专心一点好不好？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我哪吃得下？哎，我觉得啊，你结婚之后好像变了哎，你好像变得比较会打扮了。有吗？差不多吧。差很多，什么差不多？你现在看起来比较漂亮哎。哎，对，今天不是你休假吗？你怎么没有陪凯琳，反而还约我出来吃饭？他这礼拜没休假，所以我才有空出来找老朋友聚一聚啊。哎，他那么久都没放假，你会不会很寂寞啊？刚开始会，不过现在习惯了。我发现一个人也可以做很多事啊，就像你啊，一个人不也过得好好的？那新学期学生都还好吗？现在还看不出来哎。不过啊，有些学生有问我说，课后可不可以来找我问问题？那很好啊，看来这一班一定可以帮你冲出好的升学率。老师，这学期的复习考为什么我们普通班只考1科，可是实验班1天就可以考2科？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？有这件事啊，老师怎么不知道呢？哎，你很奇怪哎，你那么喜欢考试，你自己考试不就好？干嘛帮我们拖下水啊？对嘛，我看他根本就是爱现，喜欢讨好老师。你们才奇怪吧！到学校来不念书，整天就只会看漫画跟聊天。我们班的成绩啊，都是被你们拉下。你又跑到哪里去啊？成绩了不起啊！你们要帮我替你们交点学费啊，以后也不会有钱收。安静，班长请坐。有话要讲的请举手。老师，刚班长说的是真的。我邻居念实验班，他们每天都考2科。没有人喜欢考试啊，可是如果不考的话，成绩怎么会变好？你们说对不对？请坐。这件事情下课后老师会去问清楚。不过呢，不管要考几科，你们只要把专注力放在课业上就好，不要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。实验班的成绩好，这就表示人家花在念书的时间比你们还要多，而不是花在逞口舌之快上。记得哦，你们的分数才能证明你们的努力。课本拿出来，我们开始上课。王老师，你有听说这学期3年级普通班复习考只考1科吗？哦，我也有听说哎，好像是秦主任把他们普通班的班长都叫去跟他们宣布的。是吗？不过这学期我没有带导师班，所以我没有特别注意这些事情。详细的情形你还是要问主任哦。这个啊，是我们学校新学期的决策，是校长跟几位主任共同决定的。主要原因呢，也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啦。资源分配，我不懂哎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学校的经费啊越来越紧缩了，就连我们考试用的白报纸也要斤斤计较。现在纸张涨得很凶啊！你知道我们学校向来呢是以这个升学率著称的嘛，要妥善的运用资源，又要有相同的教学绩效，当然只有把资源集中在那些实验班的学生身上了。可是这样，普通班学生的权益不就被牺牲了？牺牲？没那么严重吧？他们一样有复习考啊，只是少考1次而已嘛。方老师啊，你想这个普通班的学生1天让他考2科，他会很认真的去准备功课吗？肯定是不会嘛。那何必把纸张浪费在他们身上呢？主任，不管是普通班或是实验班的学生，既然缴了学费，他们就要享受相同的教育资源，这是平等受教权啊。更何况，校长要我来担任普通班的导师，无非就是希望我把这些学生的成绩带起来。可是现在连考试的次数都要限制，我觉得这太不合理了。这是学校已经决定的事，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主的。
我更不能对你们班破例啊。方老师，我知道你教学很认真，可是除了复习考之外，应该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提升学生的成绩吧？这件事，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。起立，敬礼。老师好。同学好，请坐。老师，复习考的事情问过学校了吗？哎呦，不用问也知道啊，学校就是瞧不起我们这种普通班，考几科都一样啦。学校永远只喜欢前段班的好学生。难道我们想认真念书不对吗？学校这样太不公平了吧？对嘛，我们缴一样的学费，哎，这根本就是歧视我们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林肯连一科都不要考。那就不用考啦，不用考嘛。就不要考，不要考，不要考了啦。好，如果不要考，是同学们一致的决定。老师尊重大家。有没有同学还是想要考的？那我们就都不要考。这段时间，老师会继续帮大家争取该有的权益。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到你们正常的学习。季老师，学生们是真的很有向上学习的心，难道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吗？就算我们有心要帮他们，可是如果这是学校既定的政策，我们也无可奈何啊。是啊，这件事情我们当老师的有必要淌这个浑水吗？我们还是跟学校配合吧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在普通班，并且遭受相同的待遇，大家作何感想？方老师，还是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，大家参考一下？我认为呢，政策是人定出来的，一定可以变通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说服学校来改变这个政策，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所以如果各位老师可以团结起来，让学校知道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，也许校长跟主任就会重视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团结呢？我在想，我们普通班都不要考复习考，一科都不要考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同学们安静，虽然不用考试，也要安静自习。把书拿出来看。主任，今天早上的复习考，普通班好几班都没有来领考卷，我觉得有一点奇怪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老师好。好。哎，方老师。杨波波。哎，我听说啊，今天早上3年级有几个普通班没有去参加复习考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们班也没有考。啊？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儿？因为这学期开始，3年级的复习考，实验班每天考2科，普通班每天只考1科，
我去问过秦主任为什么，但他就是说这是学校的新规定。不过我们班的同学跟我反映，说他们也希望可以考2科，可是学校不答应，所以我就跟其他普通班的导师提议，今天大家不要考试，想要给学校一点压力，希望他们能够重视学生的平等受教权，不要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实验班身上。方老师啊，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好哎，毕竟学校啊。方老师，校长找你哦。啊，好。啊，好，赶快去。方老师，今天早上几个普通班拒考复习考的事，听说是你提议的，是吗？是我提议的，没有错，是因为有学生反映。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做，方老师。自从你来本校，我非常的器重你，之前你的教学我也非常满意。如果你对学校的规定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你可以跟秦主任好好的沟通。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带头罢考，你真是太令我失望。校长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带头罢考，我只是表达学生们的心声而已。但是你鼓动大家不要考试，这样不但破坏学校的正常运作，同时也影响学生的学习意愿。难道你都没有考虑到后果吗？主任，我理解这是学校的政策，可是这会让学生感受到差别待遇。如果学生因为觉得不受学校的重视而影响心情，这样反而会降低学习效率啊。再说，今天普通班不考复习考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我有征询过其他老师的意见，大家也都同意要平等对待普通班的学生。所以这是所有普通班导师的决议吗？季老师，你们和方老师串通好的吗？这是方老师一个人的决定，没有什么决议。其实看方老师那么坚持，我们也只好配合他。你们有跟方老师反映学校这样做不公平吗？你们实话实说，校长不会怪你们，这一切都是方老师主导的吗？方老师，言语煽动老师和学生拒绝学校安排的考试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。这几天我们会详细调查，厘清这个责任归属的问题。季老师，不是说好这是所有导师的联合意见，我们要帮学生争取权益吗？为什么到了校长跟主任面前，大家都没有把话说清楚呢？方老师，你没看到校长这么生气，当场我们能说什么？是啊，我本来想跟你说这样做不大好。我看我们明天还是恢复复习考试好了。我还有课，我先走喽。校长跟你说什么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，反正他们说还要继续调查。那我们不考试会不会被记警告啊？不会，有告我歧视啊，没告我们。校长没说。课本拿出来。老师，
到底要考几科啊？该不会连1科都没得考吧？这件事情，老师会继续跟学校沟通。但是，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件事：当初是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考试，所以透过老师去帮你们争取权益，并不是老师要带领你们去对抗学校的。拜托，那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以为你很厉害，可是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说不定还会连累我们呢。班长，你说不定会被记过哦，因为你没有去拿考卷。奇怪，又不干我的事。又被你自摸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运气好啦，运气好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！回来了。美人啊，听说你在学校很受校长的重用，连普通班的学生啊都能带出好成绩耶。哦。听说你1个礼拜要跑好几个地方补习，我有一个朋友的孙子啊，很想给你上课，不知道现在报名还来不来得及啊？哎呦，你们就放过他吧，他才刚进门呢。美人啊，上了整天的课累了吧？这陈妈妈在咱们市场买的糕饼，要不吃一点啊？我不饿，我还有一些作业要改，我先上楼。哦，好好好。老师，这学期的复习考，为什么我们普通班只考1科，可是实验班1天就可以考2科？难道我们想认真念书不对吗？那我们林肯连1科都不要考，那就不用考啦，不用考嘛。这是方老师一个人的决定，没有什么决议。看方老师那么坚持，我们也只好配合他。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做。方老师，言语煽动老师和学生拒绝学校安排的考试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难道你都没有考虑到后果吗？学长，你资料准备好没有？再10分钟开会。快好了，来，机器已经拿到会议室，我马上过去。哦。喂，喂，是我。你在忙吗？我正要去开会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声音怎么怪怪的啊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你在哭吗，美伦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不讲话？学长，老板来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开会？你先忙，等你回台北再说好了。再见。学长，快一点呐！校长、主任，你们找我。方老师，你知道学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必须要向教育局呈报。昨天发生学生罢考，
教育局知道以后非常的关注，他们甚至怀疑是方老师你在策动学潮，鼓动学运。主任，这真的跟学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真的只是……不管你当初动机是什么，事实摆在眼前。如果这件事情我不做个惩处，恐怕会有其他老师反弹。学校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，由秦主任全权负责。等调查报告完整出炉之后，我会召集其他老师开会决定，你适不适合继续在本校任职。我看这次方老师可能会被学校解聘。还好这次我们全身而退，要是被牵连就惨了。我可不想因为学生复习考的事丢了饭碗。不过这个方老师啊，说起来真傻。我们当老师的守自己的本分，教好书就好了，管那么多闲事干嘛？有人喜欢当烈士就让他去啊。不过啊，他最好不要管到我们班上来，否则我一定跟校长告状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昨天晚上听你在电话里面声音有点奇怪，我今天就跟部队请了假。怎么了？脸色怎么那么差？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都怪我太冲动，看到不公平的事就想仗义直言，结果惹出这样的麻烦。可是他们说我搞学运，这真的太夸张了。我在部队里面工作这么多年，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，横冲直撞的。对于很多制度跟规定都觉得很不合理，想要改变它。但是在受了很多次伤之后，我就学会了明哲保身这4个字。明哲保身。学校跟部队一样，都是属于公务体系的。一个人如果太强出头，很容易被别人抓到把柄，这样子会很麻烦的。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我怕我会被开除。目前我们只能静待结果。你现在可以做的，就是尽好自己的本分，避免节外生枝，知道吗？方老师，这次发生罢考事件，对学校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，原本应该作为很严厉的惩处，但是看在你这些年来努力的教学份上，我们决定让你暂时留任。不过你将会被记大过一支，希望你以这次事件作为借鉴，提醒自己往后不要再做出越轨的行为。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我期待你在教学上能教出更好的成绩，希望你能把握机会为学校教育英才，来弥补你所犯的错误。
这件代志哦，一定互你感觉真受伤、真委屈哦。我嘛无想到代志会变到这样严重。公务人员哦，上该注重的就是伦理啦。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教训啊！以后啊，你要定定提醒家己，莫会管别人闲事啊。我知影，阿爸，是的，互恁遮尔烦恼，我保证袂阁发生这款代志啊。以后我会管好学生的功课就好，袂阁管别人闲事啊。美伦啊，你阿母哦，特别为你煮一碗安慰地瓜汤哦，大家哦拢咧等哦，咱进来去食啊。老师好。老师，那里有人打架。一个人如果太想出头，很容易被别人抓到把柄，这样子会很麻烦的。以后啊，你要定定提醒家己，莫会管别人闲事啊。阿爸，是的，我保证袂阁发生这款代志啊。同学，老师没有办法处理，赶快去叫你们导师来，哈。刚刚那男生给你那封情书，给我看啊！不要，给我看啊！不要，看一下嘛。安静抄写，不要讲话。老师真的没有在看啊，可以借我吧？看一下就好了。我刚才不是说不要讲话吗？老师真的没有在看，你不要害羞，可以给我看，我不会讲出去的啦。给我吧，快点。好了，我会了。太丑了吧！谁上课不专心，下次粉笔就丢谁。不是要帮我洗菜吗？发呆啊？哦，对不起。是学校的事情不顺心，还是你身体不舒服啊？不然你今天的气色怎么那么差？没有啦，只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罚讲话的学生，我在想，不知道这样好不好？哎呦，你平常教书都已经够卖力了，回到家就不要把学校的事情带回来。啊，对了，这沈太太带了一些新鲜的鱼，我看晚上就煮个鱼汤，啊，顺便可以给你补补身体。美伦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这美伦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最近压力比较大，常常觉得反胃。啊？是不是肠胃不舒服啊？要不要看医生啊？妈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觉得很容易疲倦，而且会频尿，常常上厕所？哎呀，那8、9不离10，应该是个好消息。哎，
你也真是的，他肠胃不舒服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呦，你还不了解啊？我们姚家快要有金孙了，你要当演员了耶！啊？真的？美人呐，你最近赶紧找个时间到妇产科去检查。要真有好消息啊，我立刻打电话叫凯琳回来。哎，不要等了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他，叫他请假回来陪美伦。哎，剩下还没有确定啊你。云是天空的花朵，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云是褪色的烟火，雨是天空在泪流，花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云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。